最近中国的旅游景点出现了几个现象级的人物，不知道你刷到没有？分别是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、长沙方特的锦衣卫天团，还有河北唐山的李白。3个 NPC 3种画风，有的被点名批评要求整改，有的被当作是正面典型专门来表扬。同样是景区 NPC， 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景区擦边这条红线到底画在哪里。最后再预告一个更加极致的案例，探春风。同样是蓝色营销，但是为什么它就能够全身而退，甚至是被称作是艺术呢？我们先来看江西葛仙村的小黄鱼。它这个互动方式是这样的，游客拉铃，小黄鱼就会从这个帘子后面走出来，用嘴叼着一根棒棒糖，直接就送到了这个游客的嘴里。除了喂糖，还有捏脸、十指相扣、盖上红盖头等等这些非常暧昧的动作。后来小黄鱼的这个互动视频就在网上给火爆起来了，网友们的反应也是非常的割裂的。有人就说氛围感拉满，好想试一试呀。当然了，还有一些人是直接开骂的，就说这是景区还是夜店呢？在这样一个全年龄段的地方，这么表演合适吗？那随着这个事情的发酵，官媒就出来发声了，就说这是拉低了文旅行业的格调，这些擦边互动背离了 NPC 搭建游客与文化连接的初衷，存在安全隐患与价值观的偏差，还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，说文旅转型应该要创新，要以文化内核以及文明底线为基石，应该深度结合本地特色，摒弃一锤子买卖的短视频思维。在这个压力之下，小黄鱼和景区就火速出来道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葛仙村 NPC 小黄鱼。近期由于我的互动方式引发了部分争议，占用了公共资源，我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，在这里我向大家真诚致歉，对不起。从今天起，我将会用更加得体、有温度的方式和大家互动。感谢媒体的监督与提醒，我一定会认真整改，不辜负大家的期待。你看这个多真诚啊！这个打工人真的挺不容易的。这个景区后来也发声明说，即日起规范这个互动形式，加强演艺人员的培训，还会设立专门的一个反馈渠道，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与建议。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整改后的互动形式是什么样的。你看这个嘴对嘴喂糖就改成了用手，还增加了送簪花的这个环节。那经历过这一次风波之后，本以为这个争议就能够平息了，但是没想到网友们隔着这个网线都能吵了起来。一边就认为应该彻底叫停这种低俗的互动，别让景区沦为博眼球的工具。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说，没有必要上纲上线，对吧？人家花钱来景区不就图个开心吗？那么正在看视频的你是站在哪一边呢？当这件事情爆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在想为什么这种模式能够火起来呢？可能主要是跟现在人都在追求的情绪价值和社交可传播有关。但是随着这个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也许还会出现其他的小黄鱼、小红鱼等等。就比如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长沙方特锦衣卫，这个可比小黄鱼夸张多了。景区 NPC 赤裸上身公主抱，这是文旅创新还是在擦边博流量呢？
恕我直言啊，长沙方特这一波呢，不是沉浸式体验，而是打着国风幌子的擦边营销。4月30日到5月5日，长沙方特东方神话搞锦衣卫驾到活动，一群男性 NPC 啊，裸着上身，在每天下午3点的固定区域跟游客拥抱、公主抱，还配文“我要当太平公主”。视频一爆，直接炒上热搜。有人说好玩、解压、女生福利，但我觉得这事啊内核特别别扭。国风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儒雅有分寸的，结果却被搞成了肌肉猛男露肉博眼球，把低俗当趣味，把冒犯当互动。网友更是怒怼：现在这都什么文化？公共场合袒胸露乳跟耍流氓有啥区别？这话糙理不糙啊！更值得细品的是双重标准与边界模糊。景区说只对成年人开放，把控尺度，但是公共园区老少混杂，根本就做不到完全的分区隔离。NPC 是打工者，被当成观赏商品，游客玩得开心，可演员的尊严和边界感谁来保护呢？其实无论是小黄鱼还是锦衣卫，这类依托男色经济的擦边营销，早就成为部分文旅项目的引流捷径了。这类模式的兴起，既是女性消费群体情感代偿需求与消费能力提升的一个结果，同时它也是离不开短视频平台流量算法的一个助推。但是这类擦边活动存在着一个非常明显的界定模糊的问题，你很难区分是正常的商业表演还是低俗营销，这也就给监管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在行业内卷的情况下，只会让这类擦边营销互动愈演愈烈。根本的原因其实就是文旅行业普遍缺乏创新，所以才会寄希望于这种低成本的感官刺激来实现快速的引流。但问题是，这种流量来得快，它去得也快啊。那有没有一种 NPC 它是不靠擦边也能够火出圈的呢？当然有了。我们来看一看河北唐山河头老街的李白，他只要出现就会被人群围住。他的表演主要是用唐诗来考大家，对上了就给一张银票，当然也有对不上的，他就小声提醒，最后再把银票送出去。大鹏一日冲锋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长风作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白头中将欲绝，胡为爱上大风筝。桃花潭水，不及汪伦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青州引过万重山。穿越了，来，干嘛？认识在下吗？啊，可以认识一下。没事，我就在这儿吧。行，可以。张开，这手比一个大拇哥，抱在虎口位置。OK， 抱。哎，真是偏偏我公子机巧忽如神啊！哎，这是我大唐插手礼，表示为人尊敬的意思，也是现在过手的意思。据了解，这位李白他是受到了很多官方媒体的称赞，说这种互动老少皆宜，既有娱乐性又有文化内涵。这位小哥真名叫王浩南，是河北唐山本地的一名00后，在2005年夏天开始扮演李白。有意思的是，他上岗的第一天就翻车了。真正的专业是音乐学专业的，编导老师们觉得，形象不错，就试一试李白吧。那天就有一个游客，他就过来问我，李白赵客万湖英，不然，说他大脑飞速运转。我说才子啊，我这首诗是我开元年间写的，现在是天宝年间，我还没写呢，等我写了来找我。这一个玩笑就过去了，就给我敲了一个警钟。所以那天晚上开始疯狂的背诗，一晚上背20首诗，当时就一个劲儿。我必须今天晚上一定得背下来，我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。了解每首诗的创作背景，理解诗词内涵，再进行一个背诵。他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去练习李白的这个醉态、挥袖的幅度等等。更让我觉得佩服的是，他不是死记硬背，而是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唐诗解忧法。游客问 NPC 李白到底是胖一点好还是瘦一点好，他会回答：得人天有，有那方，偶然持杖出林马。世人见我太寒酸，一笑置之，勿复讲。游客问李白自己被催婚该怎么办，他会回答：催婚何须蹙眉头，良缘自有月千钩。今朝饮尽杯中酒，他日佳人万远游。跟男朋友分手怎么办？你跟男朋友分手？新本是千变月，
聚在圆入陌上神，不灭强留风过处，半生离合是常伦。这种有温度、有干货的互动带来的是真实的回访效应。据说啊，就有辽宁的游客就专程过来对诗，还有一个内蒙古的女孩独自坐着绿皮火车过来赴约，还有一个6年级的学生因为对诗输了，他就回去苦读1周之后又回来再战。就有网友说啊，为了这个李白，我也要去一次唐山。河头老街厉害的不只是一个人，他们构建了近100位 NPC 组成的互动矩阵，以诗词文化为核心，打通了文化体验消费的闭环。2004年，河头老街全年的游客突破670万人。2005年5一期间，他登上了抖音全国最受欢迎的景区前3名。中秋国庆小长假，外地游客占比高达90%。回顾过去几年，这种靠着擦边走红的 NPC 或者是景区存活的时间都不长，他们要么是整改，要么是销声匿迹。而像河头老街这样靠着文化底蕴和真诚互动积累口碑的，反倒是能够持续发酵，1年火过1年。那这背后其实也是反映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变化，那就是大众审美正在升级。以前你可能会觉得看个热闹就行了，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有文化含量的体验来买单。一路珍重啊，玉白成舟，枪玉行，忽闻岸上啊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赠我情。刚才我们说了3个 NPC， 但是还有一个现象级的案例不得不提，那就是探春风。同样是男色营销，同样是展示男性身体，同样是让观众尖叫，为什么探春风没有被扣上擦边的帽子，反倒被称赞是新中式美学的巅峰？下期我们就来了解探春风的创作逻辑、社会接受度以及男色经济的边界到底在哪里。